我是舒晴。在旅行和写作的这些年里，我遇见过各式各样的人。但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那些在人群中像小太阳一样自带光芒，让人忍不住想靠近的人，很多都是狮子座。这让我开始好奇，他们身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狮子座，它不仅仅是黄道12宫里的一个星座，在我看来，它是一种力量，一种足以让人心生敬畏的生命状态。我们将要一起探索21个理由，来证明一件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，但你听完绝对会幸福的事。为什么狮子座是上帝的天选之人？而且相信我，今天的内容，特别是当我们聊到第2个理由的时候，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。所以，请你一定要留到最后，因为当你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对狮子座，甚至对人性中那些闪闪发光的特质，都会有一个全新的，可能也是更深刻的理解。在我们正式开始这场探索之旅前，我想邀请你做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星座和生日。我非常喜欢看大家的分享，那里就像一个小小的星空，每个人都在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，真的很有意思。好了，让我们进入正题。我们对狮子座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王者，对吧？在占星学的符号系统里，狮子座常常被称作人类之王。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华丽的称号，它就像一个精准的隐喻，完美地对应了狮子在动物王国中的地位。狮子，百兽之王，它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权威、力量和尊严。狮子座的人也是如此，他们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、几乎无法被模仿的气场。那不是透过穿着昂贵的衣服或者开着豪华的跑车来营造的，那是一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自信和笃定。当他们走进一个房间，即使什么都不说，你也能感觉到空气中的能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人们的目光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，就像星星绕着太阳旋转一样自然。这就是他们的魅力，一种毫不费力的浑然天成的吸引力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魅力背后还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力作为支撑。一旦狮子座确立了他们的人生目标，无论是大的事业版图，还是一个小小的个人爱好，他们都会像一头锁定猎物的哨子，投入全部的身心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。他们就是那种你认为他不可能完成，但他偏偏就能做到的那种人。这种王者气质并不是空中楼阁，它建立在几个非常坚实的王者基石之上。而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石，就是他们灵魂深处那股永不熄灭的野心。狮子座的人是被一股强烈的追求卓越的内在火焰所驱使的，他们打心底里就无法接受平庸这2个字。对他们来说，活着就是要活得漂亮，活得精彩，活得淋漓尽致。你很少会看到一个安于现状、得过且过的狮子座。无论是在工作中，他们渴望成为团队的核心、行业的标杆，还是在生活中，哪怕是培养一个爱好，比如摄影、烘焙，他们也一定要做到朋友圈里最出色的那个。这份野心不是那种阴暗的、不择手段的欲望，而是一种向上的、积极的，想要将自身潜力发挥到极致的渴望。他们相信自己生来就值得最好的，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创造这一切。这种信念是他们所有行动最底层的驱动程式码。而与这份野心相辅成成的是他们第2个基石，天生的领导力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在一个团队里，在一个朋友圈里，那个最终能够站出来拍板，能够凝聚人心，能够在混乱中指明方向的，常常就是狮子座。他们似乎命中注定就要站在舞台的中央，就要成为那个手握权杖的人。这并非他们刻意去争抢，而是他们的天性使然。我曾经在一个面临解散危机
期的创业公司里见证过这样一幕。当时公司的资金链出了问题，人心惶惶，所有人都觉得末日将至，连创始人自己都快撑不住了。就在一次气氛降到冰点的全员会议上，一个平时并不算特别起眼的狮子座技术组长突然站了起来。他没有说任何一句丧气话，也没有画任何不切实际的大饼。他只是拿着一支笔，在白板上用极其冷静和清晰的逻辑，重新梳理了公司现有的资源、产品的核心优势，以及在最坏的情况下，他们可以守住的最后一条业务线。他语气平稳，眼神坚定，仿佛眼前的危机只是一道需要解答的数学题。然后他转过身，看着所有人说：“我知道现在很难，但我们不是一无所有。最核心的技术在我们手上，最了解产品的我们也还在。我愿意带头，用3个月时间，不要任何回报，把这条线做起来。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？”那一刻，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。你能感受到一种微弱但真实的希望，像火种一样，在每个人的心里被重新点燃了。他不是老板，但他那一刻所展现出的责任感、清晰的视野和强大的感染力，就是最纯粹的领导力。他没有命令任何人，但他让所有人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跟随。这就是狮子座的领导力，它不是基于职位的权威，而是源于人格的魅力。他们天生就懂得如何激励他人，如何将一群散沙凝聚成坚固的堡垒。当然，拥有如此强大的野心和领导力，必然会伴随着第3块基石，也是最常被人误解的一块——极致的自信，以及那条与傲慢之间模糊的界限。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狮子座时，心里可能都会冒出一个词：骄傲，甚至是自大。他们说话的语气、走路的姿态，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“我就是中心”的感觉，有时候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压迫感。但如果你愿意花时间真正走进一个狮子座的内心世界，你会发现那份看似傲慢的表现，其根源并非浅薄的自负，它植根于一种极其深刻的，有时甚至沉重的，让他们自己都感到疲惫的自我价值感和责任感。让我再给你讲一个小场景。在一次朋友聚会上，一个狮子座的朋友刚完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个人项目。席间，他眉飞色舞地讲述着自己是如何克服困难，如何通宵达旦，最终又是如何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果。他的表情是那么的投入，那么的享受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应该为他鼓掌。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不太熟的朋友悄悄对我说：“你看他多爱炫耀，真是够傲慢的。”但如果你愿意花时间真正走进一个狮子座的内心世界，你会发现那份看似傲慢的表现，其根源并非浅薄的自负，它植根于一种极其深刻的，有时甚至沉重的，让他们自己都感到疲惫的自我价值感和责任感。让我再给你讲一个小场景。在一次朋友聚会上，一个狮子座的朋友刚完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个人项目。席间，他眉飞色舞地讲述着自己是如何克服困难，如何通宵达旦，最终又是如何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果。他的表情是那么的投入，那么的享受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应该为他鼓掌。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不太熟的朋友悄悄对我说：“你看他多爱炫耀，真是够傲慢的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有反驳，因为我知道一些他不了解的内情。这位狮子座朋友身边有一个正陷入严重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的挚友。他之所以如此高调地分享自己的成功，并不是为了满足虚荣心，他其实是在用一种笨拙但真诚的方式，对着他那位失落的朋友呐喊：“你看，连我这样都能做到，你一定也可以。困难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站起来，往前走。”他的傲慢其实是一种能量的传递，他的炫耀是他用来点燃他人希望的火把。
狮子座的自信本质上是一种我可以，你也一样可以的信念。他们相信自己的价值，也由衷地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活出自己最好的版本。他们的高自尊是建立在我要对得起我这份与生俱来的能量，并用它去照亮更多人的责任感之上的，就与那种仅仅是看不起别人、抬高自己的自大有着天壤之别。所以下次当你觉得一个狮子座有点飘的时候，不妨多观察一下，他这份能量是指向自己，还是正在试图温暖身边的人。而构成他们王者基石的最后一环，是一种对无聊的极度厌恶。狮子座的生命力来自于变化、挑战和新鲜感，他们绝对无法忍受一成不变、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，那会让他们感觉自己的灵魂正在慢慢枯萎。一条固定的上班路线，一家吃了3个月的外卖，一段缺乏惊喜的感情关系，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稳定和安全感的东西，在狮子座眼里却形同牢笼。他们需要新的刺激、新的目标、新的体验，来为自己那颗躁动的心脏充电。这也是为什么狮子座往往是最多才多艺、兴趣最广泛的群体之一。他们旺盛的生命力需要不断地找到新的出口去释放，而这个过程也恰恰是他们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的来源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狮子座就像一个完美的、充满正能量的领袖？我只能说，我们才刚刚触及表面。准备好迎接更多惊喜了吗？接下来的部分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认知。因为狮子座的爱与恨，他们在关系中的表现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，一面是天堂，一面是地狱。和狮子座建立深度关系，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爱人，都像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豪赌。赌赢了，你得到的是全世界最温暖的阳光和最坚实的依靠；但如果赌输了，你可能会被那炙热的火焰灼烧得体无完肤。你准备好下注了吗？让我们来谈谈这枚硬币的第一面，也是最令人向往的一面——无可动摇的忠诚。当一个狮子座真正把你纳入他的王国，承认你是他的子民，无论你的身份是朋友、是伴侣还是家人，恭喜你，你得到了一位最坚定、最可靠的守护者。这份忠诚不是嘴上说说的甜言蜜语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。在顺境中，他们会是你最热情的啦啦队，为你的每一个微小进步而欢呼，骄傲地向全世界炫耀你的好。而在逆境里，当所有人都离你而去，当全世界都质疑你的时候，那个依然会坚定地站在你身边，为你挡下所有明枪暗箭的，一定是狮子座。他们会把你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把你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。你被欺负了，他们会比你更愤怒，第一个冲出去为你讨回公道。你遇到难关了，他们会动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和人脉，想方设法地帮助你度过难关，甚至不求任何回报。在狮子座的价值观里，我的人这3个字重若千金。只要你被他认定是自己人，那么你的荣耀就是他的荣耀，你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。这份忠诚纯粹热烈，不掺杂任何算计。然而，就像光越亮，影子就越深一样，这份极致忠诚的另一面，就是他们那条清晰的、令人胆寒的、绝不可饶恕的底线。这就是硬币的另一面。背叛。如果你背叛了一个狮子座，哪怕只有一次，哪怕只是一件小事，你都会被永远的、彻底的从他的世界里驱逐出去。注意，我用的词是驱逐，而不是疏远，因为在狮子座的世界里，信任这座桥梁一旦断裂，就绝无修复的可能性。让我用前面提到的那个秘密花园的类比，来更深入地解释这一点。
得到一个狮子座的信任和爱，就像你被赠予了一把独一无二的钥匙，打开了一座从未对外人开放过的美丽绝伦的秘密花园。这座花园里有着最温暖的阳光，最和煦的微风，盛开着这个世界上你从未见过的最奇特也最绚烂的花朵。狮子座作为花园的主人，他不仅让你进来，还会兴高采烈地拉着你的手，向你介绍每一朵花的名字，分享每一个角落的故事。他让你随意采摘果实，躺在草地上沐浴阳光。他给了你全部的毫无保留的信任，相信你会像他一样爱护这片脆弱而美丽的天地。而背叛是什么？背叛不是你不小心踩坏了一朵花，狮子座对无心之过是有包容度的。背叛是你拿着他给你的钥匙，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带了外人进来，你向别人炫耀着这个秘密基地，让不相干的人在花园里肆意践踏，留下满地狼藉。甚至为了某些你自己的利益，你在花园中央那片最肥沃的土地上亲手撒下了一把盐。当狮子座回来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会做什么？蹲下来痛哭流涕，然后尝试的去修复那片被盐碱化的土地吗？不会，他会面无表情地看着这片废墟，眼神里没有愤怒，没有悲伤，只有一片死寂。然后他会收回那把钥匙，把你请出去，当着你的面咔嗒一声从外面锁上那扇花园的大门。从此以后，这扇门再也不会为你，也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打开。他会转身离开，假装这个花园从来没有存在过，因为他比谁都清楚，被盐撒过的土地再也长不出任何东西了。任何的修补、原谅、和好都是自欺欺人。与其守着一片墓地，不如将它彻底遗忘。这就是背叛狮子座的真正代价。你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朋友或爱人，你失去的是那个曾经愿意为你献上整个花园的独一无二的灵魂。那种从极致的热情到冰冷决绝的转变，快的让你永生难忘。而这种决绝的特质，在竞争中则会演变成另一种令人敬畏的形态——冷酷。狮子座是天生的竞争者，他们喜欢胜利，渴望征服。当他们把你视为对手时，无论是在职场、赛场还是情场，他们都会收起所有的温情和犹豫，变成一架精密的、只为胜利而运转的机器。他们的骄傲和自尊不允许他们在任何一场他们在乎的战斗中失败。他们会动用全部的智慧、力量和策略去分析你、研究你，然后找到你的弱点，给予最致命的一击。这个过程，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手软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。所以，千万不要轻易与一个狮子座为敌，因为他们一旦进入战斗状态，就是最冷酷、最不留情面的对手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感觉后背有点发凉，觉得狮子座的世界非黑即白，太过极端和可怕了？别急，还记得吗？我在影片开头卖的那个关子，那个我说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关于狮子座的第二个秘密，现在是时候揭晓了。这个秘密就是在他们所有强势、骄傲甚至冷酷的外表之下，狮子座的内核其实是一位极其慷慨的领导者。这就是他们最迷人也最令人感动的反差萌。狮子座的领导力根源并不是权力欲，而是爱与同情。他们强大是为了保护弱小，他们争取是为了更好的给予。一个真正的狮子，当他拥有的越多的时候，他想的不是如何独享，而是如何分享给他身边的人。他们对自己人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责任感和保护欲，他们会像母狮保护幼崽一样，将自己的朋友、家人、团队成员都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。他们会发自内心地将亲近之人的需求置于自己的需求之上。他们是那种自己只有一个面包，却会掰下一大半给你的人。
他们的慷慨不仅仅是物质上的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愿意分享自己的机会、智慧和荣耀。他们是天生的导师和引路人，看到身边的人获得成功，会让他们由衷地感到快乐和满足，那种成就感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成功。所以你看，那个在外面叱咤风云、说一不二的王者，回到家里可能会是那个默默为你剥好一整盘虾，看着你吃就一脸满足的温柔伴侣。那个在谈判桌上寸土不让、气场2.8米的商业精英，可能会在深夜里为了安慰一个失恋的朋友，陪他聊上好几个小时。这份根植于爱与同情的领导力，才是狮子座天选之人身份最温暖也是最核心的注解。他们不是暴君，而是一位有温度、有担当的守护者。当然，除了这个核心特质，他们还有一些可爱又迷人的本性，比如他们就是天生的万众瞩目的焦点。他们似乎有一种魔法，懂得如何用自己大胆的穿衣风格、幽默的谈吐和那种充满戏剧性的个人魅力，在任何场合都能毫不费力地掌控全场。有狮子座在的聚会永远不会冷场，而在约会和恋爱中，他们更是将拒绝平凡这4个字发挥到了极致。他们讨厌按部不交的恋爱流程，看电影、吃饭、散步太无聊了。他们会为你创造出各种充满激情、创意和惊喜的难忘体验，可能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可能是在山顶看一场绝美的日出，也可能只是在家里为你精心准备的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烛光晚餐。和狮子座恋爱，你永远不用担心生活会变得平淡如水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团永不熄灭的充满创造力的火焰。好啦，说到这里，我们关于狮子座的这趟深度探索之旅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。从他们那与生俱来的王者气场、永不满足的向上野心，到那份既能温暖世界，也能冰封一切的极致的忠诚与决绝，再到他们内心深处那份作为守护者的慷慨与温柔，狮子座的每一面都充满了力量感和戏剧性，也都指向了一个最终的事实：他们确实是独一无二的，是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和能量的天选之人。他们生来就是要发光发热，就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和照亮这个世界。如果你也觉得今天的分享让你对狮子座或者对你自己有了新的认识，请一定要点个赞，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励。更重要的，别忘了点击订阅。我是苏晴，我会持续和你分享更多关于星座与人生的洞察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